桥水基金首席执行官 CEO 尼尔·巴尔迪亚周三警告投资者不要对自己的仓位过于自信，因为地缘政治风险和通胀对全球市场的威胁仍存。他在卡塔尔经济论坛上表示，在全球紧张局势下，桥水基金一直在与客户合作，对他们的投资组合进行压力测试。他在多哈举行的活动中表示，我认为投资者犯下的最大错误是过度自信。我给投资者的建议是，不要把过去10到15年的策略用在未来10到15年里。全球不确定性的加剧增加了预测难度。巴尔迪亚表示，桥水有400名员工专注于预测某些事件将如何影响市场，但该公司仍有40%的预测是错误的。他还认为，美联储可能很难抑制美国的通胀，并且必须采取更为严格的货币政策来控制物价。巴尔迪亚去年被任命为桥水的唯一首席执行官，并迅速启动了一项雄心勃勃的战略，旨在通过限制旗舰基金的规模，向人工智能领域投入更多资金和人才，以及在亚洲和股票市场扩张，提高公司的盈利能力。据外媒此前报道，该公司的许多高管对这些变化表示欢迎，尽管一些投资者对过去几年的低回报感到沮丧。在经历了10年的平淡表现之后，桥水的 Pure Alpha 基金在第一季度上涨了近16%，超过了彭博追踪的宏观对冲基金平均5.4%的回报率。去年从高盛集团加入商业银行的迪娜·鲍威尔·麦考密克也预测，高通胀水平很可能成为即将举行的美国总统大选中许多选民投票的决定性因素。他曾为前总统特朗普工作，担任副国家安全顾问。他还表示，加沙战争虽然十分恐怖，但最终也可能给中东地区带来好的变化。他说，这场可怕的悲剧可能成为压垮伊朗在该地区代理组织的最后一根稻草。这些组织包括哈马斯和胡塞武装，希望这场危机能促使更多国家加入亚伯拉罕协议。根据该协议，阿联酋和巴林于2020年承认以色列，这对中东来说是一个历史性时刻。在哈马斯于去年10月7日袭击以色列之前，沙特和以色列即将敲定一项由美国斡旋的协议。根据该协议，两国将首次建立正式关系。那我们今天的内容就先分享到这里。如果您有房产买卖委托或是相关问题，都欢迎留言私讯我。那我们下一支影片见了，拜拜。